指定打击96号，罗瓦的胜利重魂之一，苏伟达。各位棒球迷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我是阿都凯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中信兄弟的代打之神苏伟达的棒球生涯。这位球员是中信兄弟在2015年的季中选秀会上第5轮的时候相中的球员，曾经在热身赛缔造过单场3响炮的纪录，甚至以单季5支代打全垒打写下中职新纪录，获封板凳暴徒的称号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吧。苏伟达出生于1990年11月10日的台东县，是一位阿美族的球员，身高185公分，体重103公斤。小学时期随着哥哥加入了标榜快乐打球的长滨国小棒球队。原先伟达是站在右打打击区，但是在教练全面要求全队成为左打的政策下，而站上了左打打击区，一直到6年级才适应左打的感觉。国小毕业后，成为了超强力双刀流，曾在一场对战花莲光复国中的比赛中，主投5局送出6次3振50分，拿下了完投完丰胜，更是以棒子打下了自己的胜投。单场2支2，100%打击率，外加上3分打点。但是从原本快乐打球的少棒，升到了严格训练的青少棒。伟达居然偷偷的从球队中跑走，伟达爸一气之下又把苏伟达载回球队，苏伟达就这样一路哭着回球队练习。青少棒阶段，伟达的最快球速就能够飙破142公里，但是到了高中以后，身体开始有些状况，同时伟达选择了打者这条道路，苏伟达就成为了一名专职打者，偶尔客串投手的超强力左打。刚升上高一，伟达就收到美国球探的邀约，开价50万元美金，想要网罗苏伟达。但是前提是必须要改行练捕手，当时伟达非常的瘦，而拒绝改练捕手，也婉拒了这项合约。高中期间，苏伟达让各队的投手都非常头痛。台湾杯高中棒球锦标赛中，以6成75的打击率拿下打击奖，同时囊括全垒打奖。另外，在09年的大通杯中，又以6成的打击率拿下打击奖。在同年的台湾杯中，再拿下最佳一垒手。高中毕业前，伟达就受到很多美国球探的关注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传出洋基队开价20万元美金想要签下苏伟达，在那个年代开出20万元美金给台湾球员算是非常漂亮的价码，代表洋基球团非常重视伟达这名球星。但是最后双方想法有些出入，也就错过旅美的机会，不然苏伟达早就在大联盟发光发热啦。高中毕业后，苏伟达到了台湾体大棒球队。因为错过旅美机会的关系，苏伟达对于打棒球只有满满的失望。虽然在甲组夏季对抗赛中还是有拿下全垒打奖，但是他在业余时期的破坏力就没有他在高中时期来的可怕。一直到进入国训中心打球后，碰上了王光辉，才在万人迷的开导下走出阴霾，在甲组春季联赛中开轰打下国训胜利的基础。这一棒把球轰到了在右半边方向，右外手追了过去，这个球上去了 home run， 这是第4棒的苏伟达所敲出的。同时在爆米花挑战赛中也有好表现，一棒打下球队追平分。这球感觉声音清脆响亮，哇，平手了，哇，被1棒了。这是苏伟达这一次赛会第1支红布朗嘞！虽然苏伟达看起来又高又壮，但是他的手背也还是非常灵活，一个飞扑守住国训中心满垒的失分危机。满垒的机会，这个球出棒，一垒方向，一垒手这个球挡得漂亮！哇哦，一垒手苏伟达是陈冠儒的好朋友，这个球挡住之后呢，避免了继续让这个伤害扩大，但一下呢，威达得了3分。从国训中心退役之后，苏伟达在24岁的时候决定动身报名中华职棒选秀会。在2015年的选秀会上，前几轮都还没有听到苏伟达的名字，终于在第19顺位的时候，苏伟达被中信兄弟指名，伟达以96号作为自己的背号，以230万的签约金开启职棒的道路。
在进入职业舞台后，苏伟达就在二军轰炸各队的投手，在二军初赛第3场比赛就打出了全垒打，总计在二军初赛16场42个打数，打出了13支的安打，3、4、4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1轰的成绩单。季末教练团在消化适合期间，也顺势把苏伟达拉上一军开箱。结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一场面对义大的比赛中，担任先发一垒手，一局下面对西克投球中，打出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垒上没人，二垒手接到球后却抛给游击手，原本想秀一个接力传杀一垒戏码。结果遭到伟达全力跑垒而打出生涯首安。虽然接力传球是很帅没有错啦，但是那个 play 看起来是不用使用到接力传球这个高超的技术，只能说伟达的生涯首安非常的幸运。伟达甚至在5局下半打出生涯第1支的3垒安打。整场比赛苏伟达表现精彩，单场5打数3安猛打赏，外加上3分打点获选单场 MVP。就这样子，伟达受到了吴总的爱戴，被带进了总冠军赛28人名单当中。可惜吴总一直有一个癖好，就是我带你进总冠军赛，不一定就是要让你上场。苏伟达在总冠军赛上就只有1次的打击机会，而且还是关键的9局上半落后1分的局面。二垒有人派上苏伟达执行代打，如果这时候的苏伟达是20年时候的苏伟达，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。时间快转到2016年，热身赛苏伟达出赛3场，5个打数里面敲出3支安打，成功挤进开季26人名单内。刚开季的时候多半是后半段上场替补的角色。4月开始，因为许基宏成为伤兵的缘故，苏伟达获得大量出赛机会。在4月中，苏伟达虐歪各队投手，3.93%的打击率与4.52%的上垒率。4月24一场面对义大犀牛的比赛中，2位滑石粉大师都遭到苏伟达锁定。先是从赖师傅手里打出生涯首轰，再从罗华伟手里打出再见安打，单场4个打数2支安打，2分打点包办兄弟该场比赛1半的分数。可惜伟达在5月表现开始下滑，虽然有3支的全垒打，但是打击率却不到2.50%，剩下的季赛也越打越没力。在蒋志贤和许基宏2位主力球员都归队后，多半只能够扮演后半段替补的角色，整季留下2.73%、3.44%、4成的打击三围与5发全垒打的成绩单。2017年开季，苏伟达从二军开始出发，在二军苏伟达又让各队的投手头痛了。除了2场比赛没有安打之外，其他场比赛都至少有1支安打演出，还包含了多次猛打赏的精彩表现。在5月也受到教练团肯定，被拉上一军。一上到一军就来一个单场4支4，外加上1发全垒打的戏码。一直到8月以前，苏伟达都死命守在一军，但是近乎9场的比赛中，苏伟达安打数都挂0，也让史奈德耐心全失。伟达在一军最终留下2、3、4的打击三围与4发的全垒打。2018年，苏伟达虽然受到重用，获得68场的出赛机会，但却缴出生涯新低的2.21%的打击率，自豪的长打率也是生涯新低的3.50%，甚至在140个打数中吞下41次的三振，高达29.3%的被三振率，多次需要他建功的机会都以三振收场，让所有的球迷对他的印象只有二军王。2019年开始是我对伟达印象好转的一年，因为7月21号这场比赛是七龙珠的主题日，刚好我有去球场看球。尽管前一天苏伟达打下4分打点获选单场 MVP， 赛前我还是非常不看好苏伟达这号人物，但是他却在我面前化身成为洲际飞弹，从嘟嘟手中打下嘟嘟生涯被打出的第1发满贯全垒打。可惜苏伟达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前半段的手感就像在赤道一样非常的热，到后期瞬间又像住进南极一样的冷，最终留下不到3成的打击率，结束2019年的旅程。时间快转到2020年，伟达把他的名字刻进大家脑海中的一刻终于来到。热身赛初赛的11场比赛里面，苏伟达就狂扫了5发的全垒打，其中还包括一场比赛就从徐若曦等人手里打出了3响炮。想当然尔的，伟达被写入开季名单内。虽然前6战的打击率不到2成，但是4月24号的比赛上开始清场，单场6打数4安打，打击率瞬间上修到了2.96%。自从4月底以后，一直到9月中以前，苏伟达的打击率不再跌破3成，甚至缴出连3战都开轰的超狂成绩。同时轰出生涯第2发满贯全垒打。在季中开始，因为苏伟达守备失误增加的关系，偶尔会获得轮休的机会，在后半段被任命上场替补代打，
结果没想到却意外打出超狂成绩单，一场面对乐天桃园的比赛中代打上阵，不料炸了一发代打3分全垒打，加入了兄弟5支3分炮俱乐部。同样面对乐天的比赛中再度被任命代打，1分落后垒上有2位跑者的情况下，苏伟达再度打出全垒打，帮助球队超前比数。单季5支的代打全垒打写下中职新纪录，同时获封代打之神与板凳暴徒的称号。生涯7发代打全垒打同样是中职新纪录，而且5发代打全垒打里面有3支是面对乐天桃园，先帮桃园 QQ。虽然季末因为备受期待能够代打建功的压力，苏伟达抵 buff 上满全身，最终打击率也跌破30%大关。不过14发全垒打在他中职6年的生涯当中是新高。伟达在季末下二军调整2个星期后满血回归，总冠军赛上 G1 许基宏伤退之后替补上阵，10局下敲出1支安打，带有1分打点。第二战5分领先的情况下代打上阵，伟达打出3分打点的全垒打拉大差距，只可惜 G5 到 G7 代打上阵都无功而返，最终也无法帮助中信兄弟打破将近10年的冠军荒。时间快转到2021年，一向非常会打热身赛的苏伟达在这次却失常，首度缴出跌破2成50的打击率，但苏伟达还是从一军开始出发。前几场比赛，苏伟达延续热身赛的冰冷手感，多次遭到投手的解决下场休息。不过在一场与黄子鹏的对决战役当中，担任先发第2棒的指定打击。虽然在第1个打席打出内野滚地球出局，但是第2个打席开始化身成为武松，单场3安猛打赏，外加上4分打点与1发全垒打。不过季中打击熄火，去到二军调整。当大家都在问苏伟在哪里的时候，伟达就因为队友去打疫苗而升上一军。一回到一军就送给大家回归大礼包，先是打出看不出来到底是界内还是界外的全垒打，虽然辅助判决结果维持原判是界外全垒打，但是之后来个校正回归，靠近界内一发特大号的全垒打，告诉大家我是伟达，我回来了。摊开数据看看，苏伟达一生在总冠军赛的成绩其实都不错，但是因为季赛成绩不好的关系，在总冠军赛一直都没有受到重用。在这里我来一个不负责任的大胆预测，或许苏伟达会是兄弟打破冠军荒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苏伟达生涯的分享，大家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你对苏伟达的想法哦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在此告一段落，我是阿杜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先等垃圾车走好了，垃圾车来了。